Hello，大家好，这一期我们又要讲另一个预言未来的故事。但是这期影片和以前有所不同，这个预言家并不是一个特定的人，而是一部动画片，它叫辛普森一家。刚刚结束的2024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出来的前9年时间，他就成功的预测了特朗普2次竞选成功的时间。下面我会详细讲给大家听。有很多国内的朋友可能有一点不太了解，辛普森一家是一部美国著名的动画片，到现在一共播出了35季，加在一起一共有770多集。但是你知道吗？这部感觉上轻松幽默、略带讽刺的动画片，其中有很多的内容和观点呢，对社会的一些现象都做出了一些独到但很有价值的思考。而且其中有的剧情和画面还有隐藏的意义，甚至你现在翻看过去90几年的剧集，就会发现里面有很多的画面预言了2000年之后发生过的许多事情。就像这段掉牌子的场景，前面是我们的老朋友川普，后面是动画片里的人物，他叫河马。这一段被很多的媒体宣传过，场景、视角还有掉落牌子的细节都几乎完全复刻真实的场景。但是这一集的巧合可不仅仅是这一小段，最让人难以理解的是紧接在后面的一段画面描述。在视频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川普2016、2020、2024的字样。这一段2分钟的短片叫做《特朗普之旅》，播出于2015年。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网上自己看一下。在当时的时间，特朗普已经宣布竞选了，所以影片中出现2016我们很好理解。可是后面的2020和2024就很难做出解释，因为这段短片出自2015年嘛，只有把时间推到现在，我们在回忆过去的时候才会知道其中的不可思议。那由于美国第22修正案的限制，美国总统一个人最多只能干2届，所以我们的川普同志同时要竞选2016、2020和2024，那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在他2016年上任的情况下，只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在他2020年争取连任的时候落选，然后在2024年再次竞选成功。所以你看看，辛普森一家不仅能够预言川普同志在哪年上任，还能预言他在哪年落败和再次竞选成功。那这个也许仅仅是一个巧合，毕竟整部动画片播出了770多集，有一些巧合也是很正常的。但是请别着急下结论，看完本期影片，你一定会对这部动画片有一个新的认识。大家好，我是吕洛克，这里是小李碎碎念。这个频道主要和大家聊一些世界未解之谜、神奇的人物和各种奇怪的事件、预言、玄幻的都市传说。你也可以留言给我，告诉我你想听什么类型的故事。如果您有一点点的兴趣的话，希望您帮我点一个关注，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如果怕没有时间看完，可以先帮我点一个赞，留着有时间再看。辛普森一家的漫画最初创作于1987年，在1989年12月17日首次在荧幕上播出，在1997年成为美国电视史上最长寿的黄金时段动画片。那和它同时期的动画片也有很多很出名的，比如说史努比啊。但是现在因为种种原因，辛普森一家一直长盛不衰，保持着美国集数最多的动画片记录。那虽然呢它是美国集数最多的动画片，但它并不是世界纪录。日本有一个动画节目叫做海螺小姐，它的播放集数有将近2000集。那么我们说回来，辛普森一家的预言啊，这一期影片我们来聊聊10个最为知名的辛普森预言啊，其实也不一定是最为知名啊，这是我认为的。那第一个还是和我们的老朋友川普有关。在2000年播出的一集名为《巴特飞向未来》的剧集中，巴特看到了未来发生的事情。丽莎·辛普森在特朗普总统离职后成为了下一任的总统，他试图修复经济。在内阁会议上，丽莎提到了特朗普总统，而几年之后，特朗普确实成为了总统。这当时让许多人感到困惑，他们怎么可能16年前就预测到他的总统任期？而且如果你细心观察的话，你就会注意到这位女性的美国总统啊，她穿着一套紫色的职业装，脖子上佩戴着白色的珍珠项链，而这套装扮正非常巧的和2021年1月20号作为美国首位女性副总统的卡马拉·哈里斯的装扮一模一样。可是你要知道，这集动画可是在2000年播出的，难道哈里斯还会特意的按照辛普森的动画片里的样子，特意给自己来一套装扮吗？那哈里斯当之无愧的应该是辛普森一家的忠实粉丝了。而且就在刚刚结束的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哈里斯以微弱的选票落选了，而这也大大增加了他成为下一届总统的可能性。
所以你看这一集动画片里面，与其说是预言，倒不如说它透露给我们未来真相的信息量是多么的巨大。那么第二个是辛普森一家2012年预测的大选结果。在福克斯特别节目《伯恩斯支持罗姆尼》中，一张红蓝州地图的展示，我们就能够看出辛普森一家完全知道了2020年大选结果会如何，因为这张地图和2020年拜登和特朗普的选举地图非常的相似，只是一个亚利桑那州被错误地描绘成了红州，而他们是如何提前8年几乎准确地预测到了选举的结果呢？第三个预言，伊万卡2028。在第28季的一集万圣节特别节目中，霍默在与家人索要糖果时佩戴了一枚伊万卡2028的徽章，当时播出的时间是2021年。虽然我们现在也不会知道他是否在2028年参与选举，但是考虑到他老爹川建国在2024年再次当选总统的事实，这就给伊万卡在2028年参选总统的方向上会铺平很多道路，而也就是这个预言很有可能会实现的原因。那下一个也是第四个令人震惊的2024预言，世界大战。辛普森一家做出了一个预言，暗示了可能发生第3次世界大战。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世界陷入了不断升级的冲突之中，比如说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等等，而这些地缘政治问题就引发了人们对爆发全球冲突的担忧。前中情局间谍安德鲁·布斯塔曼特甚至认为第3次世界大战可能在2024年爆发。那么在我们现在看来，2024年似乎已经快过完了。那有趣的是，一些人认为辛普森一家早在1987年的一集名为《第2次世界大战》中就暗示了这一场景。在这一集中，霍默·辛普森对即将爆发的全球战争感到极度的恐慌，他就认为世界主要大国正处在发动毁灭性核战争的边缘。虽然说他说的可能有一些严重，但是这和现在的国际形势似乎很接近。第5个预言，移民火星。随着埃隆·马斯克的 SpaceX 公司的日益壮大和成熟，移民火星的计划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近了，而且对未知的探索一直是我们人类的本能和愿望。这就表明我们现在人类的好奇心已经超越了地球的边界。随着几个国家准备在2024年冒险进入太空，辛普森一家的预言似乎又一次成真了。在第27季的第6集中，丽莎发现了政府寻找志愿者移民火星的计划，全家人呢都迫不及待地抓住了这次机会，这引发了辛普森一家疯狂的冒险。在这一集中，他们的旅程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障碍，而他们的交通工具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使他们一直被困在了原地。而这一集的结尾有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折，玛姬和丽莎在2051年成功地移民到了火星，成为了第一批火星居民，而这就与埃隆·马斯克雄心勃勃的殖民火星计划不谋而合。马斯克通过他的私人太空探索公司的不懈努力，希望在火星上建立人类生存的基地，而这一畅想和他的不断努力也获得了公众的广泛认可。而这里面的重点就是辛普森一家的火星发射日期与马斯克计划之间的相似性引发了人们的关注。虽然一些人会将其视为一种纯粹的巧合，但这种多次的不寻常的一致性就引发了人们对该节目创作者的猜想，认为他可能隐藏了这个世界的真相。辛普森一家因为其准确的预见赢得了很多的声望，正如我们看到的，在一些预测中它的准确性已经超越了偶然。然而在我们看待这些相似性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保持着怀疑和批判的心态。虽然我们现在分析这些预言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但是更有可能的是，这个动画的预测源于它巧妙的写作、讽刺的笔调和运气。在我们探索不断变化的世界时，我们还是要依靠科学的研究，脚踏实地，使用专业的知识来证明我们的猜想。第6个黑洞预言，恐怖树屋的回归。辛普森一家第24集于2013年3月24号播出的一集，名为《恐怖树屋的回归》。这一集中，辛普森一家的经历很疯狂，他们面对一个威胁要吞噬整个斯普林菲尔德镇的可怕黑洞。因为一次偶然，丽莎创造了一个能吞噬一切的黑洞，并出于她对破坏力的恐惧，想把它带回家，以确保整个镇上大家的安全。但正如辛普森一家中剧情经常发生的那样，它充满了戏剧性的变化和讽刺。
很快，黑洞开始吞噬它路径上的一切，最终斯普林菲尔德镇变成了一片废墟，只有玛姬在毁灭中幸存。虽然说这个故事纯属虚构，但它还是让许多人感到紧张。人们很想知道现实生活中是否会发生这样灾难性的事件。尽管科学家一再的保证，离地球最近的黑洞也有15560光年之远，但有些人仍然无法摆脱辛普森一家可能预示了某种真相的诡异感觉。那么我们真的应该担心吗？2024是否是我们知道的世界末日呢？第7个预言 ，Lady Gaga 的超级晚秀场。在辛普森一家第23季第22集中，特邀嘉宾 Lady Gaga 为超级碗进行了空中悬浮的中场秀。不知道是否因为这季动画片的启发，5年之后他在超级碗上的表演惊人的相似。他先是站在休斯顿体育场的屋顶上演唱开场曲，然后随着表演的进行，在钢丝的帮助下飞降到舞台下方，几乎与他在斯普林菲尔德的表演方式一模一样。这仍然是超级碗上最具杂技性的表演之一，而这一切可能都要归功于辛普森一家。第8个预言，迪士尼收购福克斯。在第10季第5集中，迪士尼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娱乐公司之一，经常收购它的竞争对手。在1998年的一集中，河马去向福克斯公司的高管推销电影创意，公司标志下方写着它是迪士尼的一个部门。当时大多数人都认为这只是一个笑话，这样的事永远不会发生，但他们当然是错了。在另一个辛普森一家预言的例子中，迪士尼在2017年以52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这家公司，将 X 战警、阿凡达和辛普森一家等特许经营权纳入了麾下。第9个预言，希格斯玻色子。下面这个预言是关于量子物理的预言。希格斯玻色子的存在需要建造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机器来证明，它就是大型强子对撞机。它的发现被誉为过去10年中最伟大的科学发现之一。如果你对这种量子物理不理解的话，也许你只需要观看一集在强子对撞机发明出来的15年之前的辛普森一家就足够了。在第8季的第1集中，河马成为了一名发明家，并且数学出奇的好。这一集动画片很出名，就是因为他在剧本中隐藏了一个方程式。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集中的一个片段，黑板上出现了一个看似随机的方程，现在被专业的量子物理学家们说，这个公式实际上是对希格斯玻色子质量的非常接近的描述，并且只比在欧洲核子研究组织的超级对撞机中进行的真实测量值大了一点点，误差是300万分之一。对于辛普森一家能在15年前就做到这一点，似乎真的很让人难以理解。第9个预言，诺贝尔奖得主。这个预言发生在第22季第1集。那么辛普森一家的编剧们一直与科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这个预言显示了他们实际上对科学的脉搏捕捉是多么的敏锐。第22季呢，于2010年首播。在这一季的第1集中，马丁、丽莎、米尔豪斯和一个数据库做了一个赌局，他们预测当年每个领域的诺贝尔奖得主会是谁，而这些都是他们在各自领域活跃的真实人物。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2016年中，其中有一个人真的获得了诺贝尔奖，他是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本特·霍尔姆斯特，与经济学家奥利弗·哈特共同获得了经济学奖。丽莎可能对这个消息感到很失望，因为其他人还没有获奖，这大概让她很郁闷。所有这些预言展示了辛普森一家对现实世界的敏锐观察力和预见性，使其不仅仅是一部娱乐作品，更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这也是这部动画片长盛不衰的原因之一。第10个预言，甜甜圈形状的宇宙。这个预言发生在第10季第22集。由于编剧团队对数学和科学的热爱，那世界上最著名的物理学家之一出现在辛普森一家中，似乎就再自然不过了。所以当编剧们得知史蒂芬·霍金将客串时，他们就有机会让幽默和讽刺发挥到了极致。在这一集中，史蒂芬·霍金和世界上最愚蠢的人坐在了一起。他们在莫伊酒馆里喝着啤酒时，霍金最终承认，你关于甜甜圈形状宇宙的理论很有趣，我可能会把它偷走。仅仅几年之后，霍金对于宇宙起源的新建模型就证明了甜甜圈理论可能确实是我们的真实宇宙。宇宙不再被认为是一个无限的结构，而是有限的，并且不断的自我包裹回来。
一些观察结果，如时空结构中的意外涟漪，都指向了这一点。这可能意味着河马可能比任何人给予它的评价都要聪明得多。好了，这就是本期影片要讲的辛普森10个预言。其实关于这部动画片中的预言还有很多，比如说 Apple Vision Pro 苹果智能手表金融危机、人工智能机器人的预言，有很多都是真实动画片中的情节展现出来的，还有一小部分是辛普森狂热粉丝自己杜撰或者修改的，我们就不多做讲解了。都看到这里了，希望您感兴趣的话帮我点一个订阅，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我是李洛克，这里是小李碎碎念，我们下期再见。